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转身分享》，这代是麦克法兰电影的这个经典系列啊，然后是希斯莱杰的小丑。那么这款对比出版的改变还是比较多的。那首先看一下那个外包跟内容，外包的话背后是这希斯莱杰的剧照啊，这个还是很帅啊。然后前方呢这边就是一个经典包装，然后看一下配件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人物。配件这次多的会比较多一些，那么手型会多，然后呢弹簧刀啊，这个是对那个那个女伴啊，那个布鲁斯韦恩的女伴用的这个弹簧刀很帅气啊，当然为了配这个刀很麻烦。然后一把格洛克的一个加长弹夹板，然后一个这个应该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好像是打印机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反正就是这种枪吧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折叠版本，很可惜是它这个折叠的，就是不能那个怎么说啊，就不能展开，这个比较可惜。如果能展开就厉害了。那再来就是一个剧中出现的火焰筒啊，那个贝尔开车的时候啊，用这个火焰筒炸他。剩余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一个支架，然后再来一个那个电影的那个标志啊，这个蝙蝠侠标志。背后呢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希斯莱杰的一个剧照，然后人物卡，这个可以说是挺经典的了啊。为了这么几个武器和手型，然后再买这款，其实也挺值的。这个火星筒的话，单卖的话也得15块钱，然后剩余的这些配件还不太好配，特别是麦克法兰这个比例，这两把小武器很难配。格洛克是有，但是这个弹簧刀是非常非常难配啊。然后手型当中还多拿了一个带扑克牌的手型，还挺漂亮啊。好，这个配件耽误大家点时间，然后来重点看这个希斯莱杰。这次兄弟们拿到手以后，第一点啊，先把这个热吹风啊，把这个绑线给它吹掉。绑线这个地方非常影响我们的感官，你看这个地方有2道横，然后这边还是有一道杠啊，非常影响。那么来看这个头雕，很多小伙伴反映这次头雕问题比较的严重。那我这款还好啊，我这款只是在最后的那个裂纹的这个地方红色没有到位，差不多也就才0.几毫米的小误差到位，剩余的话都还可以。那么它的这个嘴唇已经算非常好的了，这个已经算不中奖了啊，很好很好了。你看，包括这个红色，你如果说再去要求的话，只能找手艺人花100多去冲突头雕了啊，那个就没有必要了。100多基本上就能买这么一个素体了。那剩余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头发，这次头发的颜色呢？除了有一些这个褐色的以外，那么它的绿色的这个渐变非常的多。很可惜的是，这次的头雕跟出版不太一样的是，因为用了太多次了，分膜线比较明显，在这儿你看有道非常明显的分膜线。后方的话，包括脖子是有色差的。其实这个色差也能理解，毕竟在动画电影当中，希斯莱杰这个是只在脸部涂装，那么身上脖子是没有涂装的啊。那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头雕的感官啊，很不错啊，很邪恶，阴影会比较大一些。然后呢，它的法令纹，包括抬头纹啊，都给你刻画了。那么抬头纹的刻画还是比较的经典的。你看一下抬头纹3道杠啊，所以这次头雕，包括它第一批的那个希斯莱杰的那个玩具，这款的小丑可以说是麦克法兰的当家的这个模具跟这个涂装了啊，已经算是最棒的、最顶尖的了啊。那么其余的话，那么它的这个背后的零件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有2个尼龙件，这个是有色差的，然后腿部的2个膝盖是有色差的。当然这个色差还是能在接受范围内，剩余的话跟原版的那个第一版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包括这个没有做那个内衬的那个小的一个衣服，那么它是有4件衣服，那衬衣、马甲外面还有一个外衬的，然后这个是最后的披风，所以这次来说，这个衣服没有修正啊，还是少一件衣服。其余的话，那头胶我跟大家看了啊，那么360度旋转就不多说了。那这边的一个平转啊，没有过多的采用那些做旧阴影的这个刻画，我还是非常喜欢的。那么它本身在剧中就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小丑，如果说在这儿增加一些阴影啊，那么色差会比较多，那个就很突兀啊。剩余的话可以看出2个手是完全的，是涂装手啊，手型所有的手型都是涂装手。那么后期有可能会有把玩的这个风险啊，这个兄弟们可以注意一下。剩余的话，像这些那个这个我们怎么说啊，就是这个胳膊
包括肘啊这些全部都是纯青色啊，这点还是不错的。那么链子的这个刻画呢，这边还可以，但是有一点点的小重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拖漆啊，这个掉漆还是挺影响的。剩余的话倒无所谓了。然后就是抬腿啊，后踢、平踢啊，然后膝盖。整体来看呢，这次的还是沿用的经典素体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深圳如果说对这款感冒的话，或者说没有买到第一版的那个组合人的那个，就可以再入手。那就为了这个配件，那我就买了这款的希斯莱杰。好，那今天这款视频呢，就跟兄弟们介绍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